古有龟兔赛跑，今有吸尘器与超跑赛车。大雄虽然不懂下棋，使起盘外招来，可是一点下限都没有。这一次，乌龟还能跑赢兔子吗？这有力的引擎，高端大气的红色，一看这尖嘴就知道是小夫的表哥。一开口即凡尔赛，全球限量50台的跑车哟，没见过吧？表哥风度翩翩，邀请静香先上了车，但这是一辆4座跑车，大雄又成了那个不配有座位的人。大雄最后的乐趣就只剩漫画了，可是漫画也早被老妈全扔了，只剩一本伟人的故事。大雄看起来简直味同嚼蜡，转而去看电视，发现蓝胖子正在看一档催眠节目，节目中辣椒面跟不要钱似的哐哐一顿撒，可是在被催眠之后，辣椒面吃起来，哎呀，咋这么甜呢？可在即将解除催眠的关键时刻，电视它居然崩了，大雄对着电视就是一锤80，却落得个自己脚疼的下场。他向蓝胖子哭诉了今天的遭遇，总之就是3个字：不受待见。蓝胖子只得拿出非生物催眠喇叭，道具如其名，专门用来催眠非生物的。但怎么解释，大雄都好像在听数学课。蓝胖子只能用事实说话，对镜子连说3遍：“你是电视。”镜子它就真的变成了一台电视机，扭扭把手还可以换台，这道具太神奇，神奇到大雄上来就把书催眠成了漫画书。再翻开一看，哎呀，太有意思了！大雄又把书桌催眠成钢琴，陆木这才知道大雄他竟然还会弹钢琴。一时间，房间成了音乐教室。老妈听到楼上一阵吹拉弹唱，拔腿就上来查岗了。大雄情急之下，把窗户催眠成了1楼的，直接翻窗逃跑。得逞的大雄又开始作死，给家里来了个大改造。准备下楼的老妈差点被电梯又送回2楼，一个信仰之跃，直接倒栽在坐垫飞毯上。还有蝴蝶仙贝和老妈比翼双飞，跟老妈玩这么大，不跑路绝对得送人头。于是吸尘器变跑车，而蓝胖子化身老司机上路了。大雄本以为吸尘器跟表哥那种超跑没法比，但这话蓝胖子可不爱听，反手就是一波飙车，直接变高速路上最靓的仔。本以为坐着吸尘器在路上跑会被别人笑死，没想到却被当成新款跑车赚足了脸面。这吸尘器超跑还真不是吃素的，分分钟就追上了表哥的克里斯汀娜。蓝胖子掏出喇叭，把跑道催眠成了环状赛道，势必要和表哥比个高下。两拨人皆是信心满满，倒数到0，一脚油门就飙了出去。大雄2人仅凭个吸尘器便把跑车甩开了，小夫脸上挂不住了，表哥一脚油门追了上来。蓝胖子见状直接按下最强档，分分钟甩掉跑车。表哥虽然被这波操作嗅到了，但他也不甘示弱，一个换挡再次超车。不愧是全球限量50台，可吸尘器的速度已到极限。大雄忽然想到了一个阴招，拿出喇叭就对前面嚷起来。表哥他们开得好好的，车却突然自己停了下来，后备箱也自动打开了。一群大叔大妈疯狂的往表哥车上塞神秘袋子，大雄这得有多损？所以大雄到底对着表哥的跑车喊了什么呢？评论区来猜一猜吧。你们知道爱而不得4字的背后有着怎样凄美的爱情故事吗？它曾是隐居于后山的一只狸猫，却因为城市中顽劣孩子的肆意猎捕，从此便失去了可以隐居的栖身之所。大雄作为弱势人类，天生便对弱小的生命心生怜悯，想将自己省下来的粮食赠与狸猫。可作为睡在同一屋檐下的伙伴，小多拉又怎会看不出大雄的奇怪之处？他跟随大雄来到后山的隐蔽之处，痛斥着他投喂野生动物的恶劣行为。可当他看到那张萌萌的脸庞，还是不经意间展露出自己的善意。这是两猫的第一次相遇，而狸猫也用示好的俯蹭，希望自己可以在小多拉的时光中留下痕迹。两人为狸猫取名梨子，而梨子也用笑容接纳了这个爱称。然而就在此时，那些恶意捕猎的顽劣少年再次归来。为了保护这个被吓到瑟瑟发抖的初见伙伴，小多拉将一片伪装液放在了狸猫头顶，并用树叶为其遮挡住巢穴。胖虎虽然从狸猫身旁走过，却因为小多拉赐予狸猫的隐身效果，让它在大难中存活下来。正是小多拉拯救狸猫的初心，让这只不曾远离森林的狸猫渴望起爱情。可小多拉早已心有所属，而他的今生所爱此时却正在移情别恋。为了让小多拉遗忘掉这段不愉快的光波，梨子在河中捕了整整1天鱼，并将它默默放在了小多拉的门前。第2天又采摘了整个后山的蘑菇送给小多拉。可当他再次要为小多拉寻找水果时，却误闯神城家，险些丧命。可惜他所做之事并未被小多拉所知，而小多拉依然沉浸于对小咪的喜爱，但他却不知小咪所爱。仅仅因为一个小鱼干，小咪就再次离他而去。在小多拉最悲伤之际，梨子叼着偷来的水果前来，希望水果的甜可以让小多拉忘记心中的痛。他认为最好的事情便是陪伴在所爱之人身边。直到这时，小多拉才意识到这2天的礼物
其实都是眼前的梨子所送。然而他却用最狠的话让梨子不要阴魂不散，更责备他用偷来的水果示好是低劣的行为。可梨子已将这份爱变成了依赖，即便被小多拉说教，他也不离不弃。可惜两人的关系让小咪产生了误解，于是小多拉不再如初貌那般完美无缺，认为彼此间是不同物种，无法互相了解，单方面的所爱只会自伤以及伤及他人。曾经的梨子不懂什么叫做心如绞痛，但经过这次感情伤痛的他已彻底明白。看着小多拉爱而不得的模样，梨子终于决定放手，他将自己幻化成狮子模样，让小咪意识到小黑只会大难临头各自飞，而在真正的危难关头，只有真正爱他的小多拉会舍弃生命挺身而出。梨子为了成全小多拉的爱情，被自己所爱之人打得体无完肤，而小多拉也与小咪破镜重圆。看着两猫诉说着对彼此的想念，梨子也终于释怀了。他将伪装液留在现场，便返回了森林。看到伪装液的小多拉，也明白了那个爱自己的梨子为自己的付出。爱一个人其实是一场付出与索取的交易，而梨子用自己赴汤蹈火的付出，终于换来了在小多拉漫长岁月中的一点记忆。有房有车有 money， 如果这个人是小夫，小伙伴们要跟他成为什么关系呢？大熊满脸生无可恋，现在的心情就像是9个压路机丢了一个，8个压路。要想生活过得去，头上总得有点绿。话虽这么说，可当局者迷，就算蓝胖子再怎么劝，可有的人还是笑着笑着就哭了。大熊决定以牙还牙，决定广招后宫，说不定静香一吃醋就回来了呢。可大熊这种万人厌的体质，哪里会有桃花运啊？不出5秒钟，世界上少了个蓝胖子，多了个妖艳的蓝胖妹，这女友绝对会让大熊社死。蓝胖子只好拿出吸引异性徽章，拿出静香的照片，让徽章记住，只要靠近静香，就会让周围的女生为大熊疯狂。谁知转角就遇到静香，随之而来的路人甲也拉起了大熊的小手，可万万没想到，静香根本不 care。静香走后，徽章的电波也随之消失了。听说静香去了公园，大熊又踏上了寻妻之旅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要出意外了。小夫又成功上位了，除了有车有房有钱外，小夫还有啥优点？看着小夫撩静香，大熊嫉妒的原地蹦迪，一路朝着媳妇儿奔去。可这次的桃花运竟然是小娃娃。看着大阵仗，大熊至少得把牢底坐穿。直到远离了静香，大熊还是那个洁身自好小郎君。大熊这次可长心了，人未出动先找妹子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又要出意外了。广场舞大妈的爱更疯狂，眼看妹子就在眼前，前方却有如狼似虎的60岁大妈。两人决定绕道而行，成功躲过一切绊脚石，就等着颜值天花板投入自己的怀抱，可却被无视。原来静香换了个地方作画，大熊一路寻找，恰遇好时机。大熊迈着自信的步伐走了上去，当着静香的面来了波贴脸杀。看着静香的表情由晴转阴，大熊的脸蹭得更欢了，大不了晚上回家跪搓衣板。看着静香慢慢走来，大熊觉得要成功了，可静香只是膀胱一扫，羞红着脸说道：兄弟，你前门失手了。这下大熊社死了，换做陆木，我肯定溜之大吉啊。可大熊偏要迎难而上，再次跑到静香面前，可这次却没有妹子投怀送抱了。就在大熊不知所措时，妹子迈着求偶的步伐来了，跑到时就只剩一口气了。本想让静香吃醋，可静香却祝他俩幸福。大熊认为一定是力度还不够，可下一秒成吨的力度直接把大熊打得在起不能。情敌见面分外眼红，蓝胖子却只能原地蹦迪。眼看静香还上前看热闹，蓝胖子推着他就开跑。徽章刚失效，静香回来了，再次被拉走，徽章又失效，静香又回来了。为了不让大熊英年早逝，也不管是不是嫂子，直接甩飞。战争终于结束，大熊也快上西天了。大熊终于被打醒了，觉得今天的一切都是自己自作自受。可静香不这么想，飞奔着来找夫君，一进屋就拉起大熊的小手，可还没来得及深情告白，静香就被婆婆一屁股坐飞。蓝胖子赶紧取消徽章，直接不要这个二手货了。送走静香时，老爸回来了，徽章这一闪，大事不妙。蓝胖子慌了，这下老爸成了万人迷，万花丛中过，那是片叶不放过。如果现在把静香送走，老爸今晚存活的概率能有几成呢？蓝胖子一个大喷嚏，没想到未来高端机器猫竟然感冒了，准备睡个美容觉，却来电话了，家里正好还没人。
蓝胖子只能硬上了。谁料大雄遭遇了大危机，自己养的娃还得自己扛，顶着病恹恹的身躯来到大雄身旁。大雄的危机很奇葩，左拐代表回家学习，右拐代表去媳妇家天上人间，傻子都知道怎么选，大雄竟然还迷茫。蓝胖子一个大喷嚏，搞不懂小孩子为啥活得这么累，但自己的娃又不能撒手不管，只好拿出指引天使，这可是选择困难症的对症良药。大雄不知道左拐还是右拐，但天使果断的选择右拐，毕竟人活着不就图个快乐吗？这么不上进的话说的有问题吗？必须没问题呀！蓝胖子刚想走人，谁料大雄又问：谁是世界上背书包最帅的人？毫无疑问，这人定是蓝胖子。大雄潇洒的走这2步，觉得这个娃娃相当可靠。娃娃让大雄往左拐，谁料大雄想走近路，不听娃娃言，吃亏在眼前。大雄被抓去凑人头，自己选的路，哭着也得走。胖虎的拳头娃娃也怕呀，只能让大雄先打棒球。拿着娃娃打棒球，大雄你瞧不起谁呢？胖虎一个偷袭，娃娃显然出手了。娃娃这么厉害，胖虎巴不得来套俄罗斯套娃。比赛正式开始，娃娃是个懂球的，让大雄先后退，接着再往右走9步，最后举起双手，小夫都看呆了。轮到大雄出击了，胖虎让大雄继续发光发亮。论球技，大雄可没那自信，谁料娃娃搞起了战术，先送了2球，然后让大雄正常发挥，最后逃。大雄都听懵了，大雄一个击飞，扔掉棒子，撒腿就跑，棒球直接命中狗子，顿时场上乱了，虎父2人不幸中招。这就是娃娃的策略。大雄终于能跟媳妇儿闺房相聚了，谁料玩个游戏，娃娃都要插嘴，玩游戏赢媳妇儿，这不是让大雄被失恋吗？这时丈母娘送来热茶，大雄喜甜，可娃娃表示这对身体不好。大雄开始对娃娃有些反感了。大雄玩得正嗨，娃娃又让大雄赶紧回家学习，毕竟现在不学习，明天就是逃不过的0分了。静香还想留人，可娃娃此时已接近暴走。静香卖的蛋糕刚烤好，也想留一留未来女婿，可娃娃毕竟不懂爱，就让大雄做鬼脸。这下想留都留不成了，估计这个未来女婿的位置也丢了。大雄对娃娃的怒气值已拉满，踩进水坑的厄运成了大雄爆发的导火线。可娃娃不讲武德，而且还动了嘴。大雄这才发现被坑了，大雄开启战斗模式冲回家中，刚要开启嘴炮模式，却发现蓝胖子已经病入膏肓，而且少了一根螺丝。听说可能会阴阳2隔，大雄彻底慌了，要帮蓝胖子找回螺丝。蓝胖子此时想起了什么，可还没开口就彻底死机了。大雄要出门寻找，可娃娃还是让大雄学习。大雄跟娃娃一路嘴炮攻击，还拐角遇胖虎，看着胖虎要变一拳超人，大雄慌了。但为了蓝胖子的生命，大雄选择正面刚，即使被打飞，大雄也会再一次爬起，却意外让胖虎摘下了娃娃。娃娃让胖虎最好回家，因为今天的货还没送。大雄不抛弃不放弃，最终在黑灯瞎火中找到了螺丝，火急火燎冲回家，为蓝胖子装上了螺丝。经历过生离死别，才知身边人的重要。至于娃娃嘛，现在已经赖上胖虎了。那么小伙伴们觉得这个娃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？别看它只是一架平平无奇的飞机，却可以旋转跳跃转圈圈。胖虎张开双手示意小夫乖乖上供，可如果这人换成了大雄，小夫就是另一副嘴脸，玩坏了你赔不起。哪个孩子不爱玩具呢？可大雄家又不是土豪，老爸10年前买的相机，现在拿出来用，怕丢不起那人。老妈20年前买的手表，即便现在是主妇不常聚餐，但也渴望换块带钻的。既然爸妈不给力，大雄只能跪求蓝胖子给点力。大雄并非没有玩具飞机，只是这年份恐怕比老妈的手表还要古董。蓝胖子只好拿出豪华灯，这可是能把单车变摩托的神道具，只需轻轻一照，低配也能变高配，不仅豪华度完胜小夫，操作起来也是得心应手。比如说用它赶猫，大雄还给它起了个响当当的名号大雄号。路过客厅时，爸妈还在为以旧换新吵得不可开交，大雄难得尽孝，给老爸换了个单反，给老妈来了块大金表，爸妈都惊呆了。这下一家又其乐融融了。大雄决定给房间来个大改造，首先从闹钟下手，手动版变电子版，还带免费的叫床功能，椅子换成电竞椅，书桌变成法国高端货，顿时有了一种霸道总裁的感觉。被灯光扫过之处，通通大变样，平房直接变宫殿。大雄想把这份感动与众人分享，恰巧遇到外卖小哥，大雄就送上一波福利，小电驴直接升级成哈雷。蓝胖子劝大雄不要道具乱用，可看着小姑娘只有脏兮兮的娃娃，大雄又是爱心泛滥， Q 版变芭比，惊不惊喜意不意外。看到静香要去运动，大雄就送了媳妇儿一波福利，运动装变公主裙。也不知道静香还能不能去打排球。虽然胖虎平时对大雄不咋地，
但大雄还是要以德报怨，给狗子来了个大变装。协调胖虎不仅不感谢，反而举起了拳头。就连静香也来参团，看着3名大汉气势汹汹，大雄笑脸相迎，战略性后退，转眼间人就没了。下一秒，大雄出现在空地，跟水泥管来了番艺术创作。蓝胖子已忍无可忍，因为并非豪华就都是好的，可惜价值观不同。在大雄的认知里，豪华就等同于好。大雄出门转了一圈，终于还是要对自家平房下手了。蓝胖子赶忙上前阻止，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，意外摔倒的蓝胖子又意外被豪华灯照到，这锃亮的大秃头，这24K 金圣斗士套装，一看就是很有钱的样子。可就算250斤的胖子，也驾驭不了纯金的重量。但大雄认为只要帅就足够了。接下来就是房屋大改造，耀眼的金光闪过，自家的小平房竟变成了中世纪的伯爵城堡。大雄都惊呆了，迫切地冲入城堡之内。客厅放满了各类艺术品，就连战斗民族的熊皮都有。浴室像澡堂，厕所都是香的。大雄还在自嗨时，又听到了爸妈的吵闹声。老妈责怪老爸背着自己藏私房钱买相机，老爸责怪老妈嘱咐戴大金表。大雄实在是看不懂了，但他自己也有了新烦恼，房子太大，走路太累，更不要说纯金打造的蓝胖子了。蓝胖子劝大雄见好就收，随后大雄还想更疯狂些，但大雄很快就遭到了挫折。虽然洋娃娃变成了芭比，可小姑娘只爱最初的，因为那是奶奶亲手做的，充满了对奶奶的回忆。或许是小孩子的单纯让大雄幡然醒悟，芭比虽变回了普通的娃娃，但小姑娘却乐得爱不释手。这时3名大汉也找上门了，大雄将2人一狗统统复原，而家中的爸妈也敞开了心扉，旧相机里有着新婚时的回忆，手表是老爸送的定情信物。看来即便是旧物品，只要有价值就是好东西。话说都大团圆了，咱们的蓝胖子在哪儿呢？